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最近新元对美元汇率一路冲到了 1.2687， 直接刷写了自201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，也就是整整11年的新高。与此同时，隔壁马来西亚的令吉也不甘示弱，美元对令吉跌破了4的大关，冲到了 3.9680， 也是7年来的最强水平。这种亚币齐升的局面，在金融圈简直是久违的盛况。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新元值钱了，出国旅游更便宜了。但实际上，汇率数字变动的背后，折射出的是新加坡这个国家极强的竞争力和经济韧性。在大家还在担心通胀的时候，新元的强势表现就像是一剂强心针，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新加坡资产的魅力。你可能很好奇，为什么在这波升值浪潮中，新加坡凭什么是最受益的那一个呢？接着往下看，我们一起揭晓。我们要理解新元升值，首先得明白新加坡金管局 MAS 的独门秘籍。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央行都是调利息，但新加坡不调利率，只调汇率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新加坡太小了，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，从你碗里的米、锅里的油，到发电的能源工厂的原材料，全是进口的。所以新元走强其实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。当新元对美元变得更值钱，我们去国际市场上买石油和粮食的实际成本就下降了。这就像是给全新加坡人的生活套上了一层厚厚的防弹衣，即便国际物价涨得再凶，新元升值也能把这股通胀压力直接对冲掉。这种盾牌效应让我们在面对全球经济波动时，生活成本能保持相对稳定。这是新加坡政府通过汇率政策送给每一位居民的隐形福利。除了抗通胀，新元现在的强势还源于它在全球投资者眼中的特殊地位，选着一位中投因缘中色。在2026年这个地缘政治依然不稳定的时期，新元已经被公认为一种避险资产。大家想想，当国际局势变幻莫测，关税政策扑朔迷离的时候，全世界的聪明钱会流向哪里？肯定会流向治理最透明、信用评级最高、政局最稳的地方。新加坡正好符合所有的条件。这种磁石效应让大量国际资本涌入新加坡，不仅支撑了汇率，更巩固了我们作为亚太金融中心的流动性。即便目前令吉表现也很亮眼，那更多是受益于半导体供应链的红利，但新元的走强则是全方位的系统性信任。这种信任让新加坡在金融博弈中始终握有主动权，而这种强势的货币环境也在无形中推动着本地企业的自我革命。很多人会担心本币升值这么厉害，新加坡的出口企业会不会吃不消？毕竟我们的产品变贵了。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，这其实是一种良性的淘汰机制。新加坡政府一直很清醒，我们不能靠廉价劳动力或低毛利的加工业来生存。新元的持续走强实际上是在给本地企业出难题。如果你还停留在低附加值的阶段，你确实会被昂贵的汇率淘汰。但如果你转型去做高附加值的半导体、生物医药或者精密工程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因为这些高端产品在世界上具有极高的不可替代性，即便新元贵了一点儿，全球买家该买还是得买。这种倒逼效应正促使新加坡的制造业向金字塔尖不断攀升。所以强劲的新元不仅是实力的象征，更是产业升级的催化剂。重点来了，本周四也就是1月29日，金管局 MAS 将发布最新的货币政策声明。目前全城的分析师都在盯着那个升值斜率，普遍预计政府会维持现状，也就是让新元继续保持这种强势的姿态。虽然新元对令吉回到了 3.13 左右的水平，让经常去马国换钱的朋友觉得变贵了，但这其实反映了区域经济都在向好发展，对大家的长远利益是有好处的。对于普通老百姓，新元的坚挺绝对是利大于弊。看完这波汇率分析，你对新元的坚挺有什么切身感受吗？你觉得令吉对新元还会继续走强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独家观察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
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